美国不断预告的所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未发生，但乌东地区的局势出现断崖式恶化。这个周末，当地的炮击事件陡然增多，俄罗斯则举行战略威慑力量演习，发射2款高超音速导弹。外界担心稍有不慎，处于临界点的战争就会爆发，但也有缓和信号。正在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与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矛盾再次凸显，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表示，北约可能向俄罗斯提供安全承诺。乌克兰的内战呢，当然是乌克兰问题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不是决定局势走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我们知道，在独联体国家中，实际上存在领土争端，甚至是民族争端，甚至是这种政权分裂的不止乌克兰一个。但只有乌克兰现在到了大国博弈，甚至说是全球关注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因为美国在背后不断的这个煽风点火，所以说才使得乌克兰成为了这个大国博弈的筹码，甚至是一个牺牲者。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战情室与来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同观看一场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俄军上一次举行战略威慑演习还是在2020年12月。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消息称，这是一次计划内的演习，出动了所有军种，涉及俄空天军南部军区、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等部队，所有导弹都击中了指定目标。那俄罗斯军演的目标当然是周边的这些北约国家。这几年，这个乌克兰政府积极想要加入北约，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讲，等于直扣大门，他必须要把这整个安全环境，在借由一连串的施压和动作，重塑一个对俄罗斯相对来讲稳定的环境。他就是要借由一个展示肌肉，让这个西方国家在整个与俄罗斯的周旋里面，能够顾及俄罗斯的利益。这次演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空天军成功发射匕首和锆石2款高超音速导弹。俄国防部公布的相关画面显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通过米格31K 截击机发射，从高速战机上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威慑力倍增。匕首是俄罗斯官方最早证实的高超音速武器之一，2017年开始服役，号称航母杀手，可搭载核弹头或者常规单弹头，射程超过2000公里，最高速度可达10马赫，能在每个飞行阶段都进行机动规避动作，能够突破全球现在所有的防空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射是在地中海空域进行。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则通过俄海军格尔什科夫元帅号护卫舰发射。锆石是俄罗斯最新款的高超音速导弹，最大速度为8马赫，射程约为1000公里。在与美军宙斯盾系统的沙盘推演中，锆石的突防率超过95%。值得一提的是，锆石的智能化程度相当高，弹载计算机会提前存入目标舰艇的图像，在攻击目标过程中，导弹能够依据实时图像优化制导控制。去年底，锆石还发展出潜射版。那众所周知，高超音速导弹是主要强国积极发展的武器，而且以现有的反导武器来讲，没有一个有效的防御对策，也因此米格31搭配这型导弹，对于欧美相关国家来讲，其实是一个致命性的威胁，因此它可以达成很大的战略威慑的一个效果。除了2款高超音速导弹，参演部队还发射了陆基伊斯坎德尔导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蓝天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发射的巡航导弹也击中了位于佩姆博伊和库拉靶场的目标。俄军此次战略威慑力量演习的时间点颇为敏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演习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通知各国，保持了绝对的透明，因此不应引起任何担忧或恐惧。分析认为，本次演习是俄军对2021年底美军举行全球雷霆22年度战略核威慑演习的回应。当时美军模拟了从东西两翼对俄罗斯实施核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六表示，在乌克兰危机没有缓和迹象的时候，俄方举行核演习正在激起全球国防领导人的担忧。他认为，俄方此举将局势复杂化，甚至有可能导致意外或者错误。奥斯汀还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已经蓄势待发，并表示美军与盟友同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军事系统首次就乌克兰危机表态。此前的各种战争预告都由白宫或美国国务院系统发出，被外界认为五角大楼高层一直拒绝给拜登背书，但这一态度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我觉得美国现在这样是一种这个极限施压，或者说是一种信息战的，混合战争的一种做法，不断的用这种周边的方式。实际上，之前像东欧增兵呀，像乌克兰增加这个军备，包括最近用军方人士来发声，实际上都是在一层一层的。虽然说是一种很微小的这种加码的这种姿态，但实际上是不断的把这个局势在炒热。好，相关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聚焦西方社会的所谓集体无助感。那您认为这种无助感从何而来？俄罗斯1999年来首次缺席慕安会，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本届慕安会的主题聚焦西方社会的集体无助感。在论坛开幕前夕发布的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将这种集体无助感归结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共同作用。我却认为，安全报告没有把话点透，只描述了现象，却没有直白地写出造成西方社会集体无助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单核机制的示威。这种示威在我看来是全方位的，涵盖国家政治体制范式、国家治理能力、国际问题协调、国际危机化解等方方面面。新冠疫情防控的最失败的是美国，造成乌克兰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还是美国。当西方社会的老大哥以这样一种拉胯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集体无助感可不就野蛮生长了吗？这也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发言变得更加真切与辛辣。他说，首先世界要好起来，大国必须做出表率。我想这句话是能够获得西方社会共鸣的。另一方面，俄罗斯官方破天荒地缺席了本届慕安会。自2009年便主持会议的伊申格尔主席表达了他的失望。他称，普京的缺席是一个错误，就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没有出现。但我们不妨试着站在莫斯科的角度来审视这场会议。事实上，慕安会一直以来就是北约与欧盟的主场。在乌克兰局势的问题上，普京一直没有放弃对欧盟各国的外交努力，与北约的军事对话也刚刚结束。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莫斯科提出的安全关切与谈判条件获得了哪怕一丝的积极回应吗？很可惜，北约在装傻，因为归根结底是美国在装傻。很有意思的细节是，慕安会召开这几天呢，俄罗斯媒体在大肆回顾普京总统在2007年慕安会发表的演讲。普京在15年前就已经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野心，明确反对北约扩张和在东欧部署美国导弹防御设施的计划。那么15年过去了，北约东扩的步伐可曾停下过1秒呢？普京当初的担忧正在一一实现。